大家好，是我还是我，你们的朋友张大刚。上次我们说到，岛田在学校疯狂的攻击学生，在学生们都疏散出教学楼的时候，却发现李美没有出来。新一赶紧冲进教学楼找她。走进教学楼内，新一看到楼道里都是被害学生的尸体，不禁怒火中烧。八嘎！该死的岛田，口口声声说要寻找和人类和睦共处的方法，现在不还是暴露了嗜血残暴的本性？新一一边愤恨，一边着急地寻找着李美。这时候，新一在楼道的角落里发现了李美和几个同学，新一就赶快过去让他们离开，你们就赶紧逃出去吧，在这缩着根本解决不了问题。但是其中有2个男生听见要从那个满是尸体的楼道走出去，非常的害怕，要从自己同学尸体上踏过去就已经很恐怖了，更别说分分钟会撞上那个怪物。不去，坚决不从那儿出去。新一见他们这样也不是办法，就不断的劝说，但是他俩非是不听劝啊，还怀疑能从容淡定从尸体里走过来的新一也是怪物，所以非要不听劝告往另一面跑。只听到唰的一声，他们就这样 game over 了。原来岛田就在他俩跑过去的那个楼道里，现在的岛田已经是杀红了眼了，见到是个活的就来上2刀，如果再不离开这栋楼，就只能坐以待毙了。关键时刻，新一一把抱起李美，直接就从教学楼跳了下去，专业动作，请勿模仿，然后几大步几大跳，顺利脱险。教学楼里响起了枪声，警察已经到了现场，并且竭力控制岛田。岛田那是完全不在意啊，笑话，爷什么风风雨雨没有见过，几颗小小的子弹能奈爷何？新一自然是觉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自己现在拥有一身本领，绝不能坐视不理。但是如果距离岛田小于300米，就容易被他察觉。既然如此，新一直接随便在地上捡了一块石头，爬上了一个距离教学楼300米外的楼顶，然后瞄准岛田，用力那么一扔，就是这么强。楼顶的岛田直接被击穿了心脏，倒地而亡，死不瞑目。冲上来的警察们看到岛田的尸体，俱是一惊啊！这就结束了？没错，这就结束了。又一个寄生兽被新一和米奇解决。政府为了不引起民众的恐慌，并没有公开寄生兽的事情，但是却告诉了人们辨别的方法：扯下一个人的毛发，如果会动，就不是正常人。一时间，见面互相拔头发变成了流行的打招呼方式，这就很干了。本来还没秃的，多给别人打几次招呼，这不就秃了吗？由于这几次寄生兽攻击人的事件，可以感应到新一和其他寄生兽的加奈开始怀疑，会不会新一也是被寄生的人。不过他拔下新一的头发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新一既然不是寄生生物，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事情呢？新一当然也慢慢知道了加奈的特殊，万一这个女生感应到其他生物，误以为是自己，发生了意外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新一赶紧提醒加奈，以后即便是感应到类似的电波，也不要轻易靠近，不然可能会有危险。但是加奈就是不听啊，不仅不听，他还觉得这是他的一种特殊能力，所有人里只有他自己能够感应到新一，李美都不行，自己完全可以凭借这种技能反超李美，追到新一。不过他可能真的是想多了。新一提醒加奈完全是必要的，因为上次岛田的事件之后，寄生生物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越来越狂了。狂到什么地步呢？有的寄生生物直接去挑战带枪带刀的黑道社团。你们一群人拿着武器都干不过爷，团灭之后爷再换一副模样，你们也永远查不出来是谁干的，就狂到这种地步。不仅如此，寄生生物已经慢慢的渗透了社会各阶层，新一和李美的关系已经慢慢缓和了，但是父母的事情始终是新一心里的一根刺。正因为如此，新一才如此痛恨，也如此明白寄生生物冷酷无情的本性。他不断的提醒加奈不要再用感应的方法冒险，但是加奈一直不听劝告。新一担心再这样下去加奈会出事，就答应赴约去见加奈，完成他最后一个请求。这一次赴约，新一和米奇有了新的大发现，寄生生物已经渗透到政治领域了，他们竟然还参与了市长的竞选。新一绝对不相信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好好做市长，和人类友好相处。想到这些寄生生物可能是为了渗透到政府机构之后，更好的为自己的同类谋福利，新一越发害怕了。他也担心加奈会因此有危险，但是米奇倒是无所谓的，而且他也不想卷入这种无谓的纷争。自己现在好好的，为什么要去打没有胜算的仗呢？新一放心不下，就再去问了加奈关于他超能力的事情。由于光夫的出现，新一只能和加奈另行约定时间，好好谈谈。米奇听了就慌了，好好谈谈是要谈些什么？不会是要把自己供出去，然后让自己被人斩成碎片吧？这可不行。于是米奇就威胁新一，绝对不能把自己的事情说出去。新一表面答应了，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。为了加奈的安全，他还是趁着米奇沉睡，把所有有关寄生生物的事情都告诉了加奈，当然也包括了米奇的事情。不过加奈就不相信，他只觉得新一是不想让他靠这么近才这么说的。哇，真是
是服了，这位姐姐，你的想象力咋就这么丰富呢？就为了避开你，至于编造这么复杂的一个故事来欺骗你吗？人家要是真的为了避开你，那都懒得搭理你好吧。总之就是怎么给他说，他都听不进去。加奈还告诉新一，自己已经有了在一群怪物中单独分辨出他的能力，这就很强了。加奈到底是一个什么人？为什么能够感应到寄生生物发出的电波？新一还一口答应了加奈，等下次合适了，要给他看看米奇的真实样子，好让他彻底相信自己说的话。米奇表示很干，你答应之前，好歹也先问问我自己的意见吧。加奈对新一越陷越深，他开始经常跟在新一后面。自己明明可以感应到新一的存在，为什么新一不能感应到自己？难道二人不是因为心灵相通才能感应到对方的吗？不过虽然新一没有感应到加奈，但是米奇却感应到了。好家伙，绝对是新一出卖自己了。米奇赶紧质问新一，并且告诉新一，那个叫加奈的女生非常不简单啊，之前只是能感应到寄生生物的信号，现在居然自己能发出信号了，就离谱。那到底是个什么生物？新一一听就更加慌了，心想万一他发出的电波被寄生生物发现了，不就危险了吗？这跟米奇想要给他表达的完全不是一个角度，好吧？新一也承认了自己出卖米奇的事情，还告诉米奇自己已经答应让加奈看看你的样子了。米奇听了心里简直是10000个不开心，好一招见色忘友，真是防不胜防啊！在新一叽里呱啦啰嗦了一大段之后，米奇还是答应了新一。就当新一打算和加奈在约定的地点见面的时候，新一却发现附近有2个寄生生物，为了不被对方发现，也不让加奈陷入危险，新一自然是打电话让加奈不要到约定的地点了。但是加奈根本就不会听新一的，他满脑子都是我要证明给你看，我能分辨出你的本事，你就瞧着吧。于是加奈决定凭借自己的超能力去找到新一。这大姐怎么就是听不进去劝告呢？非要证明自己能够唯独感应新一一个人，然后就感应着到了一个寄生兽那里，人家正吃得欢脱呢，加奈就闯了进来，竟然敢打扰本大爷用膳。寄生兽开始攻击加奈，而这位加奈大姐竟然还不跑，而是告诉自己没事的，新一一定会来救我的啊！这总觉得这位大姐脑子不太好的样子。幸好啊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她挂了。就在她期待的新一冲进来的那一刻，老实说，其实加奈这个结局也挺可怜可悲的。但是我的大姐呀，你但凡听进去一句劝，也不会这么快领盒饭呀。又一个同学死在了自己面前，这成功的激怒了新一，新一功力大增，这回没有依靠米奇，直接一拳过去强穿了，那只寄生兽也就挂了。加奈死后，新一非常自责，光夫更是上来就给了新一一顿。当然，新一一拳就把他打到爬不起来了。新一也开始觉得不是人了，至少不完全是人了，因为面对同类的死亡，自己已经能和米奇一样冷漠淡然了。新一打死那只寄生兽的事情成功引起了寄生兽团队的注意，田村，也就是之前那个田宫良子，要求要好好研究观察新一。说起这个田村，也是一个狠人了，他把他生下来的人类婴儿抚养起来，也打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，还真是一个热爱研究、热爱实验的寄生兽啊！当然，不仅仅是寄生兽们开始关注新一，连新一身边的很多人也开始关注他了，比如利川裕子。毕竟新一作为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加死者的同学，竟然可以表现得超乎常人的淡定和冷静，这简直就不正常，好吧？一般人的高中生早就吓哭了。听裕子这么一说，李美也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。不会吧，新一不会真的也是怪兽吧？36计走为上计，李美也赶紧溜了。看到李美他们的反应，新一终于意识到发生那种事情自己却这么冷静，根本就非常不正常，难怪李美不理自己走了。米奇倒是觉得根本没什么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新一害怕他在房间里一直跟米奇聊天，动静太大了，让父亲怀疑，所以就出门了。他一踏出家门就被一个记者盯上了，那个记者一直跟踪新一，发现案发现场第一目击人竟然一个人回到了案发地，这其中一定有猫腻，于是二话不说赶紧举起相机偷拍，结果就拍到了米奇。哎，真是惊喜啊！米奇发现有人在偷拍自己的帅照，就变身抢走了对方的相机。开什么玩笑，我的帅照也是你想拍就能拍的，什么叫肖像权，你明白不，小记者？那个记者人直接吓傻了。米奇被偷拍了，非常生气，打算解决掉他，以此泄愤。新一当然不想米奇伤害人类了，所以就一直阻止着米奇。但是米奇可是一个热爱学习的寄生兽，他可是老早以前就学会了脱离新一独立行动，虽然说不能脱离太久，也不能太远。见新一完全没有跟上来，也没有帮自己，米奇急了，喂，大哥，你现在跟我一样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偷拍了，哎，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你还不赶紧追上去灭了他？只有死人才不会泄密。新一当然不同意帮助米奇杀人了，就算如此，他也是一个无辜的人。米奇心里简直恨铁不成钢，老子累了，不追了，反正也追不上了，以后有什么
什么烂摊子，你自己想办法得了。哎，不管你了，睡觉。于是米奇又陷入了沉睡，新一也就直接回了家。那个偷拍新一的人逃走之后，会不会把新一爆出来呢？新一之后又会遇到怎样的难题呢？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啊！大刚给各位大佬磕头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